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战锤公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包裹是 Joy Toy 战锤 40K 死亡守卫腐毒领主终结者。说到死亡守卫，就一定要提到慈父纳垢。老实说，这几款死亡守卫真的不辜负纳垢的祝福。打开盒子的瞬间，那个味道是真的浓啊！我还听说有玩家会先拿去晒个半天的太阳，让它稍微退散一下。但我这盒是刚开的新鲜货，身为战锤公民，当然是要原汁原味的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一边闻香，一边来看这位腐毒领主终结者吧。打开盒子后，盒内除了腐毒领主终结者本体之外，还额外有一颗头雕，还有一把死神自动炮以及剧毒之刃。此外还有2对可替换的手型。第一颗头雕，双眼是巨大金属球结构，真的很像苍蝇的复眼。整体涂装做了大量腐蚀旧化，凹陷处有深色洗墨，边缘带金属磨损的高光。第二颗头雕，软胶的大角带有一点弯曲张力，红色眼罩做了半透明涂层，视觉上有发光感。整体头部可动性不错，左右与微扬角度都比预期大。大家喜欢哪一颗头雕呢？是苍蝇复眼派还是犀牛角派呢？头雕前方有着被金属饰边包覆的厚重护颈，金属饰边带腐蚀刻痕，护颈衔接着2条动力管线以及换气孔。最夸张的是胸前爆裂而出的3只蟹足，这3只不是单纯装饰，每一小节都有可动关节，可以开合、旋转、弯曲，可动段数非常细致。涂装部分底层黑色加海蓝边缘高光，在凹凸不平的生物质感上呈现非常漂亮的对比。从这里真的可以感受到 Joy Toy 对混沌阵营的偏爱。头盔上方延伸出的尖刺触须是偏硬的软胶材质，长短不一的一路延伸到动力背包，背包采单边排气口设计，另一侧系着残破披风，披风材质偏软，表面改用粗糙面处理，干刷高光在破洞边缘特别明显。比起以往的平滑披风，这次更有布料磨损感。比较特别的是，披风的另一端则是系着左肩胛的连接处。腐毒领主终结者左右的肩胛造型不同，左肩胛是撕裂血肉造型，上方长出庞克头般的软胶刺须，质感比头盔触须更柔软。肩胛上3个圆形金属结构，不确定是否是死亡守卫的战徽，还是纳垢邪神的战徽。有大佬知道的话，欢迎帮小弟补充。左手甲上有3颗尖刺铆钉，并有金属饰边包覆。右肩胛的部分几乎已全部血肉异变，磨损的金属饰边包覆有类似红色魔眼的突变，也长出了触须与类似章鱼的触角，让整体右肩胛仿佛活体一般的蠕动。肩胛周围附挂着软胶的皮革，右手甲上有着许多锈蚀与战损痕迹。手部的可动性，尽管肩胛采用关节球设计，手臂则是蝴蝶关节，但因为巨大的肩胛以及披风连结的关系，几乎无法360度旋转，开合的角度也偏小。腰部的大肚子由多块厚重的金属板饰构成，每一块板甲上都有凸起的金属铆钉，形成如龟壳般坚硬的视觉效果。但其实手感上是一块柔软的软胶，大肚子下方还有软胶材质的触须，这样的设计让腰部的转动更加灵活。腿甲的部分采不对称设计，左膝甲上有活体的金色恶魔头颅，吐露的舌头上还有黄色液体滴落，厚重的镜甲包覆的金属饰边，侧边有3颗尖刺铆钉，后方还有突变的章鱼触角，而右腿甲的脚趾与侧边迸裂出多支尖刺触须，腿甲上有大量的腐朽与战损痕迹。由于腹部采用中空软胶结构，对于大腿前后摆动的干涉极小，因此可以轻松做出前后大幅度劈腿的动作，但左右开合的幅度仍然偏小。膝关节弯曲角度相当优秀，
内外侧旋转幅度也足够应付多数站姿变化，脚掌支援四方贴地设计，无论是前倾、后仰或不平地面都能稳定站立。武器部分，这把死神自动炮全长相当可观，双管枪身粗壮厚实，枪管部分明显融入血肉变异的元素，枪管外壁长出尖刺与触须，弹药箱内甚至流出黄色腐朽液体，营造出纳垢风格特有的粘稠与腐败感。涂装方面，大量战损与锈蚀细节，握把前端的护手玩夹采用软胶材质，方便手型套入。不过武器配置上明显更适合右手握持，由于左手甲侧边有3颗尖刺铆钉的凸起结构，几乎无法顺利穿过自动炮前端的软胶护手。另外，我手上这把的软胶护手部分是分开的，仔细看好像有残胶痕迹，不太确定是通病还是单核个案。不知道大家手上的版本是否也有类似情况，还是只有我中奖呢？另一把武器剧毒之刃刀身采用厚实宽刃设计，边缘带有明显的锯齿状刻痕，表面大量的锈蚀与旧化。涂装主色是铁锈色，握把底部有着3铁环结构，下方衔接一枚金色骷髅浮雕装饰，为整把武器增添一抹对比色。其实这一系列的腐毒领主终结者总共有3款，每一款在造型、武器配置甚至身高比例上都有明显差异。腐毒领主终结者2号，大面积裸露的肠子与血肉结构几乎成为主体，变异感非常强烈。不过配件只有一把巨大的腐败连枷，整体外形确实亮眼又独特。而腐毒领主终结者3号的造型，异变元素仍在，但比例上比较平衡，视觉重心回到装甲结构本身。武装搭配复合爆弹枪与剧毒之刃，整体风格比较偏向传统终结者武装设定。而我个人对这款配备死神自动炮与剧毒之刃的腐毒领主终结者评价最高，整体的腐蚀与战损刻痕都非常优秀，涂装的细致度也很高。我最喜欢的是触须与胸口蟹足的涂装与高光勾勒。至于可动性的部分，大肚子中空软胶的设计也让腰部跟腿部的可动性比想象中好很多，但最让我惊艳的还是胸口那组蟹足，多段关节设计让它不只是装饰，而是真正具备的可动结构。这个设计大幅提升了整体可玩性，也让摆拍时的张力更上一层楼。尽管是这一系列中身高最矮的，但其实高度已经直逼早期出品的基因原体罗伯特·基里曼，再加上上一期分享过的死亡兽医终结者，是不是显得高大许多呢？总的来说，这3款在市场上的评价其实都不错，但因为我并不是死亡守卫的铁粉，所以没有选择全收。大家觉得呢？这系列是3款全包，还是跟我一样选择性收藏，挑一款代表性版本就好？以上就是 Joy Toy 出品的战锤 40K 死亡守卫腐毒领主终结者的分享啦。希望各位战锤公民喜欢今天的影片，而如果你最喜欢的是死亡守卫，那绝对要记得帮我按赞、订阅频道，并分享给同样热爱战锤的朋友们，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战锤的英雄。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的更多内容分享。那我们下次战锤宇宙见，大家拜拜。